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美股昨天上涨接近1个百分点啊，最高上涨0.93%。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清楚的看到它的一个矩形结构，上边线和下边线已经完全走出来了。这个矩形结构呢，最终呢，我认为会演化成为一个收敛三角形，在收敛三角形的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突破。那么我们看到美股在上方出现4次等位置的位于34000点附近的波峰之后啊，容易出现不断向前推进、不断向上推荐的新高出现，最终呢导致美股出现一轮牛市行情。同时，我们看到昨天晚间，比特币和美股出现了多头的一个同步现象，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已经在这个焦点位的这个位置上，焦点位附近的这个区域上容易发生变盘，容易出现一波行情。同时，同步美股之后，比特币出现了4小时级别的这根阳线，在4小时级别往上推是日线级别，可以清楚的看到日线级别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早在6月23日就出现了新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有了这根悟空阳线之后，后面所有的 K 线啊，直到今天的 K 线，我们都认为是围绕这根悟空阳线引发的妖怪 K 线，也叫干扰线的 K 线。干扰 K 线走完之后，上方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预期，再往上推是周线级别。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6月19日的这根阳线，我们管它叫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有了周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完成第2轮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可以看到啊，年初的时候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由悟空阳线、八节阳线组，可以看到这个八节阳线组走的非常复杂，然后是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做对称性的调整，然后新的一轮悟空阳线出现之后，那么目前来看，我们仍然有周线到日线级别的一个多头预期。同时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同步美股长出这个新的4小时级别的阳线之后，上方31500点是很容易发动突破的。最终呢，我认为比特币会延续一轮多头行情。下方的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也正在缓慢上移，这样呢是一个完整的多头趋势。那么在这个下午接近4点的时间点上，我们看到本轮行情最重要的标的是这个 FTT 原因是 FTT 上线了一个可以索赔的网站在这个网站上，之前受到损失的客户可以申请去索赔。那么这则消息呢，引发了 FTT 迅速上涨了一个28.38%的一个巨大阳线。虽然这根阳线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回针这个针差点插到了15分钟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位于1.41的这个位置，但是整体来说，在更大的时间级别上，可以看到它的多头呢正在发育。那么这里的发育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底部成交量和价格同步了，出现了一个多头的信号。在这样的一个多头信号当中，我们可以认为昨天晚间出现的这根阳线可以是一个悟空阳线。这里的悟空阳线呢，是在下跌过程当中和震荡过程当中有别于下跌和震荡的标志性的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上方可能走出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可能让 FTT 走出新的一轮行情。对于 FTT 来说，这一轮行情我们看从$85跌到$0.76，下跌程度超过95%，达到了惊人的99%这样呢构成了一个浪子回头币。在浪子回头币当中呢，我们看到上方的波谷连线的底边线是在$22，那么当前价格$1.65，对于它来说仍然有巨大的可能性这里的可能性是它的一个上涨空间。因为我们知道，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的第2部分4项战法当中就提到了黄金坑的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当中，我们看到它的黄金坑基本上是在2.4到0.76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在黄金坑当中，它不断出现各种利好，这个 FTT 交易所恢复运营的时间，我认为逼近了，并且它的索赔进度也正在推进因此呢，在消息面和我们技术面当中，FTT 交易所成为了今天上涨行情当中的一个龙头。那么我认为它在走出今天的日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上方可能会有所表现。那么今天比特币的上涨还拉动了 CF 叉我在早盘看到了，但是没有及时和 VIP 当中去讲这个。但是呢，
它的这个起涨点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小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被50均线和10均线突破的一个位置。那么成功站上0.18之后，它的上涨空间将会被打开。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再次调整到4小时级别，上方4小时级别压力位是0.21附近，在这个位置上有144均线和169均线的一个压力，同时上方还有一个波谷连线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位，这两条压力位呢分别是0.21和0.22这样的一个区间。如果这个位置能够突破的话，上方目标点位看到$0.25附近。在CFX 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它经常出现同步美股的行情，我们可以把它调整现货。刚才我们看的是有序合约这种行情它已经经历了非常长时间的调整过程，在日线级别上已经出现了连续的3轮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连续3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调整到4小时级别，如果能够成功站上4小时级别140均线和169均线，那么它的上涨空间将会被打开。同时呢，今天的这根阳线有可能是起涨的一根阳线，也叫悟空阳线。如果比特币能够不断创出新高，那么 CFX 几乎是比特币的3到5倍合约这里的涨幅呢是跟随比特币的 ，CFX 呢跟随比特币，它的行情特别强随动效应特别强。那么如果今天走出悟空阳线之后，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它可能会走到$0.27附近，最终呢成功完成从下跌趋势到上涨趋势的一个反转。那么还有2个币种应该关注第一个就是 SOL 这个币种呢，我们看到这个收敛三角形走得非常规则，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跌破和反弹，反弹之后呢，目前处在$22.5这个压力位附近。如果突破之后，它的结构会重新回到上涨结构当中就这一点来说，当前行情当中比特币走弱势的时候，SOL 就开始了一轮行情，它的这轮行情呢是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目前已经接近尾声。调整之后呢，如果能成功突破22.5，那么它的上涨空间将会被打开同时可以关注的是 BCH在 BCH 的结构当中我们把它调整一下调整一个它的时间级别。首先呢，我们看到是日线级别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在6月30日走出新的一轮悟空阳线，在这个悟空阳线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在今天发动了一个突破性的动作。这个突破性的阳线呢，可以当做是新的4小时级别的标志性的阳线。有了标志性阳线之后，非常容易出现新高非常容易走出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出现新高这个位置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突破的位置。同时呢 ，BCH 是本轮行情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龙头币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BCH 上线了美国一个新的交易所，这个交易所当中只有 BCH、莱特币、以太坊和比特币4大币种当中 BCH 的跌幅最大，所以它的反弹需求也最大最终导致它构成了本轮行情当中的第一龙头。第一龙头在这个位置上经历了我们看到6月30日到7月12日12个交易日的调整之后，目前处在一个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这个区上，因此呢，当前行情当中对于 BCH 来说是有很大几率继续前行冲出新高。最终呢，我认为 BCH 是有机会走出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目前周线级别上涨过程当中已经走出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上方压力位$330，如果得以突破的话，那么我们看到能够走到$550附近。$550是它在这个牛市行情当中形成的一个筹码密集区，也是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当中的一个压力位。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期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主页右上角找到这本书的购买链接。感谢大家，再见。